来了来了，谁呀？哎呦，是你呀！我正忙着收拾行李啊。哎呀，我来送送你，也给盛夏拿点东西。煮汤中药飞机上不让带，这原味鲜总可以吧？这个煮鸡汤可好了。这次你去了，你多给他煮点补元气的汤，好好给他补补。你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那家乡味儿，我多给他准备准备。哎呀，我只能带些轻便的东西，这些呀，在那儿中国超市里全有。全有，那能一样吗？我跟你说，我挑的可都是最好的，超市能跟我比吗？哎呀，我一想到这盛夏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我就觉得可怜。别说他见不着亲人，你说就连吃一个地道家乡菜都难。我当时我真的庆幸我没让珍珍出国。铮铮出国，你说那身子骨，你说他的校长，我们得担心死。你倒是庆幸了，我对不住铮铮了。我真的不知道你那退休金是留给铮铮念设计用的。要是我知道了，我不会问你借那笔钱的。你当时那不是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吗？盛夏好不容易争取到国外研究所进修，要因为这笔钱毁了他梦想，太可惜了嘛！你说。铮铮也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呀。盛夏申请出国，他一个高中生也跟着申请出国，就是怕落后给盛夏。盛夏能力就是比铮铮强，啊，要是这笔钱呢能够供一个人进修的话，是盛夏还是最佳选择？铮铮啊，爸，你不是跟我说，你那笔退休金让单位给扣了吗？铮铮，铮铮，你听我说，阿姨，你们家那么有钱，资金周转不开，干嘛非得问我爸借钱呀？我的梦想就不是梦想了吗？你们就知道盛夏，所有人都围着他，他一出事儿，你们恨不得马上就飞去国外。我呢，我出事儿在派出所，你们就知道拉着我，根本都没有人听我说话。铮铮，都是阿姨不好。如果可以选择，我一定不要长大，不用面对成长必经却不那么快乐的状况。这怎么还吐了呢？哎呀，我就说你，让你在外头少吃东西，少吃东西，外边东西不干净。怎么样？吐了会不会？哎，阿姨好。哎，叔叔好。铮铮呢？臭小子，你还有脸叫铮铮？我打死你！我。可惜的是，这从来不会出现在选项范围内，现实生活也不会允许你回头，只会将你推得更远。盛夏在楼上呢，一会儿我去找你们。 Okay, let's go upstairs. This must have been a big investment. Well, that's her own workshop, and it's out of her own pocket, so. 来了，你好，请坐。不介意我录音吧？好。看来我的想法没错，你是个缺少安全感的人。缺少安全感？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你不愿意跟别人讨论你的事，对吗？这种自我保护反映了你缺乏安全感。但你必须跟我敞开心扉，我才能帮到你。针对你袭击乡人逃逸案，我打算从这个角度为你进行辩护，因为你是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正当防卫。艾薇的意思是替你做无罪辩护。无罪？可是我的确打了他。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权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所以，你在法庭上你不能认罪，你必须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根本没必要在这边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按照我辩护的方案，最坏的结果只可能定性为过失伤人，从而减轻责任。
如果我认罪，最糟糕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那要看法官怎么判了。不好意思，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之前，我自己做过了一些调查了。没想到艾文这么厉害，连我小时候的照片都能找到。安全感缺失的人会更加渴望他人的慰藉和认同，拼命努力，造营自己很完美的形象。所以呢，你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工作努力，感情方面经历过你父母离异，所以你不相信婚姻。我没有不相信婚姻。既然相信，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Kevin 的求婚？你在扣押拘留期间，为什么拒绝 Kevin 的保释帮助？在你潜意识里，你在拒绝接受一段你不敢确信的关系。来，快，用这冰块敷一下，省得一会儿这手就肿了。哎呦，凉吧？走。臭小子！哎，辉呀，你说真正出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呢？你也别着急，事情已经发生了，急也没用，积极面对吧。这怎么面对呀？你说这事儿我也没经验呢。他妈怀他的时候，我工作忙，是我妈帮照顾的。这刚刚又听到我把钱借给盛夏，去国外，这不正在气头上吗？你没看他情绪多激动吗？这万一他要真想不开啊，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你说我还活不活了？我要死了，谁照顾他呀？我可以啊。滚！小峰，你帮我照顾照顾得了。我照顾。他知道把钱借给盛夏了，那他见着我，不是给他添堵吗？那添什么堵啊？钱是我借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别的事儿都行，关键我一个大老爷们，这女人事，我是真不懂啊。我求求你，这帮照顾照顾。我不是要去国外吗？盛夏打官司呢。那他打官司又不是你打官司。再说那个国外都说英语，你会说呀？不是，算我求求你行吗？你就帮我照顾照顾。你想想我老谭这一年求过人吗？我不实在是没辙了吗？没办法，求求你了。哎呀，你说这事儿怎么都赶到一起去了呢？小豆，我去跑步了啊！哎，盛霞，啊，你是不是讨厌那个艾薇啊？没有，但是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跑步哎。没有，是我的问题。他刚才这么一问，我就感觉被人扒了衣服一样难受。那你是打算公开你的内心隐私呢，还是做到出清啊？你选一个。还是跑步吧。走了。没打扰你休息吧？这么晚来，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哎呀，我又要上庭了。你也知道，上次那个事情过后，我就没有去过法庭。我心里害怕、紧张。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很特殊，所以我必须得上法庭。
啊，我是小朵。小朵，盛夏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接电话呀？他跑步去了。他压力一大呀，就喜欢跑步，是不是打这个官司没有把握呀？阿姨，你放心吧，凯文都安排好了。这都几点了呀？哎，这点你不是得去机场吗？临时出了事儿，我就过不去了。盛夏打这官司，是不是有问题呀？阿姨，你就放10000个心吧，都交给凯文就行了。他可是找了全市最好的律师事务所，这跟他们家合作了好多年呢。凯文家啊，盛夏没有跟你讲吗？凯文他们家事业做得可大了，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啊都有他们的公司呢。是吗？这盛夏一直瞒着我，从来没给我提过。哎，我每次一问这个叫盛凯的，他就跟我说他只是投资公司的一个小主管。那是因为这公司是他们家自己的，他就是不想那么早接班，所以先待在这个部门做个小主管，轻松2年。这个盛夏把我瞒得死死的。小朵，他们2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啊？这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人好吗？阿姨，你就放心吧，凯文对盛夏可好了，前一阵子还给盛夏求婚呢。什么？他们要结婚了？谁要结婚了？阿姨，你别打岔。小朵，他们要结婚了。阿姨，您别误会啊，盛夏拒绝他了。拒绝？为什么呀？小朵，你今天要跟我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他跟那个凯文的感情到这个程度了。小朵，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吧，你随时把剩下的情况告诉我。阿姨，这样不好吧？这不行。这有什么不好啊？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我又是他妈，咱们不是都为他好吗？盛夏这孩子呀，主意可大了，从小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这不是他终身大事吗？是，阿姨，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明天一早还得开庭呢。盛夏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好，不聊了。我本来给你们带去的东西呢，快递给你们了，你们注意查收啊。啊，好。那阿姨再见。谢谢小朵啊，再见。这个盛夏真是的，声也不跟我说。我这螃蟹好了，嘿，哟，初期的孕妇可不能吃螃蟹啊，这属于大凉的。啊，我怎么没听说呀？没听说，这不告诉你了吗？哎呀，你看，亏得把你留下来，要不我就把这些给蒸吃了。哎，再做别的，做别的。这你吃，我一会儿再给他做别的。I stay awake, won't let you go. 那话我知道你看不到，就闻一闻。Never been told. You said you loved the holy word. Even there's still some regrets before your eyes have been closed. Sing me alone like you play the chord. Then we all turn to that perfect purple. Your body buried below. Your music will fly above. I'll give you my hands to hold. I'm sure you'll be ever close. 为了琼斯太太的医药费，就是最怕的事，也得去面对。盛夏，哪怕只是种一棵树，都能上法庭。家常便饭，放松一点。嗯，我知道。必须得啊。
松下，来丫头，过会儿。嗨，安娜，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哦，过来看看，那你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就是过来看看什么阵势。徐天这小子见天在我那儿，见谁忽悠谁，我看他天天没个正形。这回他自个儿摊上事儿了，到底怎么个意思？啊？哎，你不正好在这儿呢吗？帮我翻译翻译，我不就听懂了吗？得，自己没事找事儿。这丫头，要不我换个位置吧？全体起立。尊敬的马夏尔法官，法庭现在开庭。法官大人，今天的案件事关徐天与盛夏。控方和辩方可以开始陈述了吗？法官大人，控方准备好了。法官大人，辩方也准备好了。控方可以开始你的陈述，请开始。法官大人，我的名字叫徐天，是本案的原告和受害者。显然这是一个伤害事件。事情发生在7月26日晚上8点左右。头两句我能听得懂，后边什么？他说他那天晚上去盛大建筑工地是为了安娜的案子做现场取证。当时被告的车在大雨中抛锚了，我走向他的车去救他。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去救他，是去帮他。然而我的好意不但没有被接受，还因此遇袭受伤。但是我从小被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作为一名绅士是不可以对淑女动手的。但是我却因为此事而受了伤，所以我来此寻求正义。法官大人，听紧。这是个熨斗，它的杀伤力很强。很庆幸我还活着，而且还能思维正常的站在这里为自己申诉。谢谢您，法官大人。盛夏小姐，受害人控告你袭击伤人，以及从犯罪现场逃逸，还有贿赂，你认罪吗？法官大人，我不认罪。辩方准备好开始陈述了吗？我们准备好了，法官大人。请开始。正如控方所述，事发当晚下着磅礴大雨，这是我们辩护的重点。请大家注意，盛小姐当时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她的车抛锚了，大雨阻挡了她的视线。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你独自在黑暗中无助又紧张的情况下，突然看到一个拿铲子的黑影向你走来，而且他似乎刚刚将一位女士抛掷在地，这个黑影飞快地接近你，当时你会怎么做呢？所以今天在法庭上，我们将在这里证明，一位女士在合理认定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正当的防卫。谢谢法官大人。法庭休庭至今日11点，由陪审团共同审理，原告传唤首位证人。法庭现在休庭。Head home and get some rest. OK. 有艾比在，没事，肯定能赢。盛夏，这个官司我们肯定能赢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信心，谢谢你啊。走吧。利用被告的性别打同情牌，唐纳德律所果然名不虚传。如果你害怕，现在撤诉还来得及。好啊。这次你准备给多少钱？走吧，别理这个小流氓。走。小人得志。有点意思啊。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我飞去国外，你也去吗？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国外学设计，称霸世界各大时装周，成为时装界最闪亮的新星。这本画册送给你，希望以后我们都能设计出更好的作品。进来。凤姨，正章，你爸给你熬的汤，来喝。我先不想喝，要不先搁这儿吧。那你等会儿喝。谢谢凤姨。现在怎么样？想吐吗？盛夏那边有消息了吗？还要等一会儿呢。明天我带你去医院见医生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做个检查。不用，凤姨，就不麻烦您了。少林陪我去就行。还是我陪你去吧。你爸爸求我办的事儿，我要落实啊。正章，你爸爸借盛夏留学的那笔钱呢？凤姨，我现在不想说这个事儿，我有点累了，想睡了。行，那你先休息吧，有事喊我。王小姐，来吧来。没什么早晚，你就不应该来。我是汉克布什，徐天先生的室友，那是我们的房东安娜。车是我的，假人也是我帮忙借的。如果不是当晚值班，我会和徐天一起去现场。我想请问一下，你经常跟徐天一起去现场取证吗？我们一起去过几次。那么你一定可以模拟一下徐先生现场取证的情景，对吗？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假人，当然，没有你们用的那么专业。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他那天晚上是怎么做的吗？好的，我可以拿吗？我猜他在工地上工作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失去了平衡，然后摔倒在地。我猜的。汉克警官，我发现你还挺有绅士风度的，但你对他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不如我们还是请徐天自己来演示吧。你介意为我们重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景吗？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你无非是想说明我当时有多暴力，来合理化被告的害怕。所以当我靠近他时，他合理判断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给予我正当的反击。这个逻辑看似合理，但这一切都建立在误解之上。法官大人，不少刑法教科书中都说过这么一个案例：在非洲有位猎人看到了一头鹿，于是便开枪射杀了它。但此后他才发现，这是一头用鹿骨而制作的假鹿，它是公园警察设的诱饵，而这个诱饵是专门为了诱使偷猎者上钩用的。该案的法律问题是，在本次事件中，猎人能否被判定为偷猎者？艾文小姐应该知道法庭的裁决结果吧？我很熟悉这个案例，法官大人。这个猎人最终被判有罪，因为他猎杀的虽不是真正的鹿，但他有非法猎杀的意图。所谓意图，是明知后果却又故意为之。
而不是出于偶然、意外或者疏忽。非常好。意图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隐秘无声的行为，这种行为无法拍照留存，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向盛夏小姐问几个问题，以推断她是否存有犯罪意图。法官大人，针对盛夏小姐的质询，我们安排在下午。法官大人，我之前说了，意图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隐秘无声的行为，这种行为无法拍照留存，但往往会在毫无防备时显现。我不敢确认午饭之后是否还有这样稍纵即逝的机会。你是服装设计师吗？是的。你在工作中是不是经常需要触碰他人的身体，不管是真人还是模特？是的，我在定制衣服时经常会需要跟人体打交道。作为专业的服装设计师，盛夏小姐应该对人体非常熟悉，而这样的专业人士足以分辨得出假人和真人的区别吧，对吗？当时雨下得很大，我根本看不清。那你为什么能看清楚我有暴力倾向呢？反对，这是禁闭证人。反对无效，请继续。你经常使用电熨斗吗？是的。那你清不清楚你所用的电熨斗的形状，还有它底板的材质？清楚。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看起来像一个加厚的汤锅，有一个握柄，是三角形的，它的底板是不锈钢做的。很好，你描述得很好。如果是三角形，那说明它有一个锐角。而我们都知道，在格斗中，胳膊弯出一个锐角去撞击对手，它的杀伤力是最大的。而不锈钢的底板坚硬无比，其硬度不需要我解释，想必各位都很清楚。当你手握这样一个武器，难道你没有预见它的杀伤力吗？我当时真的太紧张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只是随手拿了个最近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不随手拿一个衣架或者一个水杯？你的车上并不缺这个，对吗？你得感谢我现在还活着，否则这将会是一个谋杀案。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你。在你昏倒之后，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了呀。法官大人，我想请求暂时休庭。同意。休庭30分钟。盛夏，这只是一个小会而已，相信艾比，他可以扭转局面的。盛夏，我要提醒你一句，不管什么情况下，你要自信你无罪了，还是我帮不了你。Listen, Kevin,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Yeah, sure. What's wrong with the cop? I have asked y'all to take a stand, so you need to mentally prepare yourself. Prepare for what?盛夏，我们先进去吧。你先进去吧，我一会儿来。Sure? Sure. Okay, thank you. 你叫 Hank？ Have we met before? 什么星座？啊？哎，你是不是中国人啊？这都碰到，太巧了吧 Oh, right. Where did I put Shu Tian's diagnosis?？What? I told you not to forget. I know. Ooh, it was on my table this morning. I was watching a program. I was making some notes. I picked it up. Oh, right. I put it in my shirt and then I put my jacket on. Nowhere. What? What? Well, at least I brought my heart too, which is all we really need, right?
I have his diagnosis. It's in there. It's all good. Sorry about that.这是近2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女性安全事件。据统计，平均每年有超过210万女性遭到男性攻击，每天至少有6名女性被强暴，3名被杀害。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中很多女性受害者是华人。我相信大家对这些现象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对这些弱势群体也并不陌生。特别是如今社会女性权益的缺失，使得她们更容易感到危机四伏。当那么多失踪的悲剧发生后，很多女性时刻都在担心，下一个会不会是我，或者是我的亲人。现代社会女性的心理、生理压力都很大，女性需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尤其像我的当事人，一个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远离父母呵护的女孩，她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自身安危，这有错吗？在偏僻无人的磅礴雨夜，面对着一个手持凶器的怪异男子，他心生防备有错吗？我想知道，面对威胁实施正当防卫，难道有罪吗？法官大人，如果允许的话，我们想增加1名证人。好，请继续。谢谢。你见过这枚钻戒吗？哇，真好看！有种就别摘下来。行啊，不摘就不摘，反正不是我藏的。来，我就戴上怎么了？就不摘。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新的证人，贾小朵小姐。同意。你见过这枚钻戒吗？见过。在哪里见到的？在我和盛夏的公寓。那天，盛夏和申凯在庆祝相识3周年的纪念日，申凯决定要向他求婚。法官大人，为了陪审团能更准确地理解，我建议大家戴上翻译耳机。好的，现在采纳你的建议，请大家戴上翻译耳机。谢谢，继续吧。在求婚的时候，申凯先生忽然发现他的戒指不见了，就剩一个空盒子，可想而知那个场面十分的尴尬，所以求婚计划就落空了。那么你怎么见到这枚戒指？其实是盛夏小姐自己藏了这枚戒指。What？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申凯先生的求婚，所以他就把这枚戒指拿回了家，带给了我，问我怎么办。你回复他了吗？所以他就自己把戒指给藏起来了。在我看来，申凯先生是个特别好的男朋友，而且特别的爱他。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所以我劝他和申凯先生解释清楚，并且答应他的求婚。但是结果并没有。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好的。哇！哎呀，不晓得盛夏那里怎么样了，顺不顺利呀？凤英啊，这么晚了，外边也冷了，早点休息吧。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辛苦了，谢谢。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盛夏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爱盛凯先生吗？这是我的隐私。不，盛夏小姐，这和案件有直接关系。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是的，我们在一起3年了，感情很好。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他的求婚，却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逃避？你为什么如此害怕？抱歉，我无意侵犯我当事人的隐私，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当事人就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即便是面对最信任和最亲近的人，在不确定的关系面前，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害怕，继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很遗憾听到徐先生在案发现场受了伤，但剩下这种出于自我保护的伤害，仅仅是较为激烈的正当防卫。好的，请继续。法官大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若能合理认定自身处于紧迫的危险情况下，可以实施必要的正当防卫。我是受害人，所以我非常清楚，在案发当晚，我并没有对被告做出任何会造成非法侵害或者有攻击性的行为。因此，被告所谓的正当防卫，它并不合理。事实如此。你怎么丢下我不管啊？立场不同，所以产生争执，有了选择，于是变得犹豫。但不管如何，当你确定选择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另一条路的风景就与你无关了。你该面对的是确定心意、踏出步伐后，等待在前方的阳光或风暴。 I went to her and kissed her. 什么？ I frightened her, threatened her. I confess. Taking everything. 根据案发时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盛夏在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下，出于正当防卫袭击对方。鉴于此，本庭宣判，盛夏无罪，他可以离开了。许天，你根本没有亲他，是不是？我亲了。你胡说！随便你怎么想。站住！许天，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合伙人，你跟我说我一定会赢的。你现在欺骗了我，你要对我负责。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时间停在微凉的9月，落叶依旧未见真的书签。我们凝结在9月，等雨停了，这才明白。说出真相需要勇气，但那说谎呢？是不是也需要很大的决心？就是因为非常在乎，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对方。 I went to her and kissed her.
什么 ？I frightened her, threatened her. I confess. 尽管有些愚蠢，却直接有效。许天，许天，你根本没有亲他是不是？亲了。你胡说！随便你怎么想。站住！许天，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合伙人，你跟我说我一定会赢的。你现在欺骗了我，你要对我负责。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哎，你从来不会这样对你的案子，你是故意输掉的。不，我就不应该赢。够爷们儿。许天，你从来不会这样对你的案子，你是故意输掉的。没错，我是故意的，我就是不想让他输。I went to her, forced to kiss her. I confess. 喂，你好。Hi, this is Xu Tian's law firm.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 妈，我的官司赢了，您别担心啊。官司赢了，天哪，太谢天谢地了！哎呀！没想到他竟然抢我的盛夏。他这种男人泡妞不都这个套路？最讽刺的是，盛夏藏了我的求婚戒指。真不明白。哇，藏戒指这个桥段挺经典的啊！哎，我突然觉得盛夏有点可爱。可爱？你知道我有多难受？什么可爱？越是得不到，就越是想要得到，这就是人类的欲望。你的意思是，我对盛夏有欲望？我对盛夏是爱，而不是欲望。也许不是那种纯粹的性欲，但应该是越得不到就越想要得到的欲望。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看来我成为你酗酒的罪魁祸首了。不过，为了你的小费嘛，没办法，只能纵容你。不用，风姨，不是你爸爸其实胆挺小的，也害怕检查结果出来。您真不用问。哎，少林来了，我坐少林车去就行了。风姨啊，少林，你骑着摩托车带他去看医生啊？这骑摩托车路上多危险啊！怎么没那么严重，风姨啊，放心。对不起啊，阿姨。你对不起铮铮，你说是你年轻人要对女朋友好一些，对女朋友好啊，就是对你将来好。好，走，你还是坐我车去吧。凤姨，我不用，凤姨，哎，危险！少林，凤姨，我坐少林。阿姨，铮铮，哎，我你等等我，哎，我来。你
你明明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怀孕，为什么不早点说？不是，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怀孕啊，这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我可一个字都没说。哎，你本来就有机会可以解释的呀，你为什么到医院才说，让所有的人为你白忙活一场？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干嘛那么生气？我当然生气了。你知道当我知道我们即将有宝宝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我在跟你说话。这次虽然是个意外，但是这次意外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我真的好想跟你有一个宝宝，然后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知道吗，铮铮？结果，这根本不是惊喜，带给我的是一场惊吓。对不起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吗？我那天就是太伤心，我生气，我气我爸，他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命运啊？他把钱让给盛夏，所以我……但是你这样，李阿姨会错过盛夏的官司，盛夏一旦要出事的话，李阿姨会后悔一辈子的。嗨，那他不也没事吗？官司照样赢了呀。你这都是结果论啊。结果就是盛夏去留了学，我留在了北京啊。我停在原地，我那么努力，可是我就是超越不了他呀。铮铮，你为什么总要跟他比呢？你就是你啊，盛夏很棒，你也不差呀。不是，你不是不差，你是超级棒。真的？真的。那你大点声说。你是超级棒！不行，你把房顶给我喊破了。盛夏虽然去了国外，在国外有什么大平台？北京现在也是国际大平台啊。没有平台，我们可以自己搭呀。说的那么简单，你当搭 T 台走秀呢？不管什么台，只要你不放弃，就一定能出国。你相信我。你嘴好臭。Sorry 啊，我什么都没看着，没听着。你们继续。但是我看见你了，你怎么在里面待那么长时间啊？不是，我刚才听你们在那边吵架，我这回来拿点东西。你们忙你们的，我还得去趟服装设计学院呢。去服装学干嘛？找个设计师啊。大设计师就在这里。哦，大设计师。宝宝，超级棒！什么玩意儿啊？哎，我们这可是大设计师，哎。哎，吓我一跳！干什么玩意儿？爸比，给我借。爸 ，My God， 行了 ，My darling， 啊，爸，我饿了。饿了，你点外卖去，那手机现在也方便，一划一点。哎呀，爸，还生我气呢。你先等会儿，我拿个盆儿生你气，谁敢生你气呀？小的可不敢。不是我就跟你们开了个玩笑。玩笑？你那是玩笑啊？差点没把我吓死，还玩笑呢。你李阿姨因为这个玩笑，人家都放弃去找盛夏了。我跟你说，这盛夏要是输了官司，你李阿姨不得恨我一辈子？那谁让你当初把钱借给凤仪呀？盛夏不去留学，不就没官司可打了吗？谁让你当初把钱给盛夏读书也不给我？不是，那是我选不选择谁的问题吗？那么盛夏要出国需要钱，我就是尽我的能力帮他一把而已嘛。那你怎么不帮我啊？你明明知道我也想去留学学设计，我那会儿都申请大学了，结果你骗我说你没钱，退休金也没了，不能让我去上学了。坐下，别在这晃我，都迷糊了。坐。
你自己啥体格你不知道吗？啊？就你那哮喘病，那不是小事儿。我身边可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啊！我不想让你就出去又闯荡、受苦受罪的。我这不是为你好吗？是不是这个理儿？你们就知道说为我好，你们哪知道什么是真的为我好？什么叫什么真的为你好？这不，行，这没你事了，你去，我一歇是吧？我给你做酸菜鱼，去。那我帮你干点活。不用，什么都你说吧，帮你干点活。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让你走，你不走的时候，一般说你都有事儿啊。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快说吧，什么事儿？别的我那快说什么事儿？怎么的了？那个少林吧。啊，不是少林怎么的？你快点说啊！少林的朋友给我介绍个活儿，我就新做了几款新的设计，我想借凤音工厂的机器设备做几件衣服，你帮我跟他打个招呼。那我打不了。你骗人家，人家正在气头上呢，我呢拿个老脸去我去求人家啊！这是你工作，要去你自己去。我就再说了，你这也什么就埋怨我什么你这什么擅自为我做决定，我担不起了，是吧？什么？你别求我，你别求我，你别啊！爸，我给你跪了。又是我这老爸，不是我这孩子，你保安，我给你跪下，跪了，跪左腿，跪右腿，快！你帮我干嘛？干啥呀？你不帮我就不下来。小朵，这什么呀？都是我车里的东西。你要干嘛？卖车啊？你要把钱赔给徐天？啊，法院虽然没判，但我不能假装一点错都没有。哎，刚好有个师妹要买车，她出了3万，但我觉得她一个人在国外也挺不容易的，我就2万卖给了她，价格还挺好的吧？我能说什么呀？就像这件衣服一样，面料都是一样的，就看怎么剪裁了。有的人呢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有的人呢再差的牌都没打好。小朵，你说的话比你煲的汤还有营养哎！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作，今天是卖车，说不定改天就是卖店了。那作也是一种打法嘛，枣胡牌的不一定是大赢家，火锅才是大饭菜。晚上我们吃火锅吧，好好吃啊，好久没吃了。那我先上去了，火锅啊，不见不散。Congratulations, Miss Siley. Thank you. Kevin is waiting for you. Kevin's here. Yes. Send him in. This is Lily.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you? The whole block has been talking that you lost your own case.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using your service this time. 喂，您好，请问徐天在吗？盛夏。喂，您好，请问徐天在吗？他居然主动找我。Hello， 是我，徐天。你好，艾比。你好。非常感谢你。这场官司赢得很漂亮。我赢得漂亮吗？你送的花倒是很漂亮，谢谢你。不客气，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其实我本来就能打赢这个官司，但现在像暑天故意输给我的。每个人表面上都是祝贺我，但背地里肯定在嘲笑我。你想太多了。这个结果已经超乎我预期，我替盛夏谢谢你。
我曝光了他的隐私，你觉得盛夏还会谢我吗？不会的。其实我早就怀疑是他藏的戒指，我只是不想去确认。可能我这么说会让你好受一点的。这件事我真不明白，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藏戒指。接受或拒绝，多么简单的事。因为我很害怕失去他，他肯定也是害怕失去我，所以才没有直接拒绝的。老实说，我完全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想法。就像那个许天，他也很奇怪。他说他听了盛夏，你能信吗？我真的不知道。你嘴上说你不知道，可心里很清楚。你不介意吗？也许吧。当然介意。Look, Kevin， 我们是老朋友，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们还会有交集。对我来说，真正的情敌是另一个盛夏。另一个盛夏？另一个盛夏，为了工作不要命，为了他自己的梦想，忽略我存在的盛夏。这个情敌可真强大。不过，在我们律师界有一句话：最好的辩护就是主动出击。同样的，爱情里也一样，最好的保护就是主动出击。最好的保护就是主动出击。怎么出击？这是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还是同一个座位。你好用心啊！你不要想多了，我只是正好在这附近而已。拿来吧。什么？闪存卡啊！不就在这儿吗？在哪儿啊？这儿呀。哪儿啊？你跟我的专属的记忆永远都印记在我的脑海里。你要闪存卡？我直接要了我吧。我也会永远把你记在我的脑海里，引以为戒。这是我欠你的，以后咱俩两清了，老死不相往来。话都没说完，怎么就走了呢？2万块钱，缩水也太大了吧？你还惦记那30万了吧？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是金钱能衡量的吗？你想一想，我们官司也打了，咖啡也喝了，走了这么多条马路。打住！不是我俩，你，我是2个陌生人，以前是，以后也是，永远都是。我们俩怎么是陌生人呢？我们俩不是陌生人。我要是对你真的有恶意的话，我在法庭上就不会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但是说实话呢，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油嘴滑舌的人，一会儿真一会儿假。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跟你道不同，不相为谋。是2万块钱是不多，但是我全部的诚意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好吗？到此为止，再见。喂，妈，什么事儿啊？我这正忙着呢。盛夏，妈真的不是逼你呀，我就是担心呐。这次是没事儿了，要是真的有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啊？说到底，你就是想我回去啊。你放心吧，我在这边没问题。行，你不回北京也可以。那你就跟盛凯马上结婚，结婚就会有人照顾你，陪着你，妈也就放心了。我不结，我事业才刚起步，急什么？再等等吧。你还等什么呀？你趁着年轻赶紧结婚呐！哎呀，你心大，玩着玩着就成老姑娘了，到时候会有好男人等着你啊！等不了还叫什么好男人呀？你女儿我就得将就呀，真是。好好好，我不啰嗦不啰嗦了。你这次官司没事啊就好，
那个被打的小律师我也就不问了。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啊，挂了。啊，好，你安全第一啊，保重啊！啊，拜拜。官司没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哎呀，没事了。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国外，我能不操心吗？哎，还说人家呢，你也光让人操心呢。我打电话，这门还没关呢，邻居都听见了，这是不安全呢。我要是出门，突然想给盛夏打个电话，出门你应该……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这是给你送菜来了，这都是有机食品，可好了。我马上到单位一趟，你出门把门给我关好啊！啊，行，注意安全啊！哎。哎呀，再说呀，你们俩都够不省心的。李总，你回来就好了。哎，蔡总刚才来电话说马上过来跟咱们签合同。蔡总哪个蔡总啊？就是，哦，就上次走掉那个蔡总。对，就是他。他跟我们说了，他考虑清楚了，这笔订单还给咱们。哟，走都走了，怎么又回来找我们签合同啊？哎呀，这详细的我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蔡总这个订单呢，可真是一场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厂今年最大的一笔单子啊！要能签下来，那就好了。走，赶紧把那合同的细节梳理一下，之前准备好的药品再检查一下。走。好。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哎，这里边去。李总，蔡总来了。呀，蔡总，你好。李总好。快请坐，请坐。好的。哎，坐。好，请坐。蔡总，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出了点事儿，我一着急就怠慢您了。啊，听说了，能理解。谢谢蔡总的理解。我很好奇，您怎么又回过头来和我们合作了？怎么你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呀？哎呦，我这还想呢，你李总有这么强的公关能力，从哪儿知道我有爱唱京剧的爱好？居然派这个程派青衣呀，天天来陪我票戏。票戏？对呀。难道是老谭？就是他。哎呀，李总啊，你可不知道，这老谭对京剧懂得太多了。这几天呢，已经陪我唱了《春闺梦》《玉堂春》《武家坡》，哎，那叫一个过瘾呐！是吗？他什么时候去找你啊？我还真的不知道。哦，老谭可没少说你的好话，弄得我啊都觉得，如果不来找你合作，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谢谢。李总，您不知道，现在要遇到一个好的青衣，得有多难。正所谓呀，高山流水遇知音呐，难得呀。那蔡总，哎，这是合同，您过目一下。好的。不过，李总啊，话又说回来，我的这单业务是出口欧洲的，对工艺要求啊非常严格，我可希望你们别出什么纰漏。您放心，我们双英做外单已经有20多年了，做工一流，工艺方面我是相当自信的。所以嘛，我宁可多花点钱也来找你合作。李总，您可能也听说了，像广东、浙江那边的加工厂，报价可比你们低多了。没办法呀，我们建厂成本高。哎，您就没想着要搬个地方吗？20多年了，没有打算要搬走的意思。那创个品牌吧。蔡总，让您见笑了，我们这个厂呢还没有自创品牌的能力。据我所知，现在外加工很不好做呀。我倒有个建议，您不如培养一些人才，独创一个品牌，否则的话，真的会被时代所淘汰的。李总，请原谅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好像你们企业有大半年没有接到什么大的业务了吧？
我们业务是少了些，不过对您来说可是好事儿啊。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地做您这笔单。好啊，老谭也这么说。看来你们两人真的是配合默契呀，好，难得。那咱们就签。凤英，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启明你好，这唱的还挺好的。唱的可好了，怎么你也喜欢了？我不懂京剧，唱得好。哎，启明，你在蔡总那儿费了不少心思吧？他来跟我签合同了。真的？太好了！没想到我这点爱好还派上用场了。你呀，给我们厂办了件大好事儿，这个钱我算是欠你。还欠你？咱们之间谁欠谁的？哎，你要说要还人情啊，我还真有事要求你啊。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了？不是我，铮铮。铮铮，徐先生，吃那么健康。不光吃了健康，心脏还很健康，饭后百步走，活到90岁。祝你长命百岁。打官司。虽然剩下官司赢了，但是商人总是要有个说法。支票拿着吧。就算是剩下的歉意。这数字倒是挺诱人的，但是我亲的是他，我还是希望他来赔偿。你还真是无耻。好，好。那这个呢？30万。看来你惹的事儿不小啊！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想让我怎么帮你？哎，烧杀抢掠的事情我可不干。这笔钱确实是用来雇你的，不过我的法务都是由 Alan 来打理的，所以就暂时不用你费心。我希望你拿到钱，离盛夏远一点。你说什么？这就是因为我爱他，我爱他的方式。爱他的方式？我希望她嫁给我，但是有心怀不轨的人总是在试图打扰她。我想我有必要为她扫除障碍，让她安安心心的做我生太太。你是说我心怀不轨？不是吗？从你装失忆故意接近她开始，你就动了不该动的念头。你想让我拿钱，然后滚蛋，好让你抱得美人归。没错。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像你想的那样龌龊，而且就算我对他有想法，你能拿我怎么样？不送了。如果你不需要，玛利亚养老院有一位忠实太太，应该会需要的吗？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吗？只要有心，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秘密的。所以说下吧，
跟情过不去。你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帮助一个女人？只要像你这样难缠的人远离她，她有什么理由拒绝？我有所有人想要的一切。Take it or leave it, your choice. 盛夏，你怎么在这里啊？等你啊。那正好，我约了小朵收工去吃火锅，一起去吧。OK。小朵，走吧，吃火锅去。不要，明明请我吃狗粮，我还不在家里吃下上辈。盛夏，我另外订了餐厅小西贡。越南菜。哎，小朵，你之前不是也说想吃越南菜吗？走吧。我不吃，你们吃吧。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在茫茫人海中打捞那个苦苦等待我的真命天子啊！那你吃饱了你才能等吧？哎呀，你快去收拾。哎呀，饭还能再吃吗？机会只有一次，我去准备一下吧。慢慢聊吧。盛夏，你就安心让他找他的真命天子吧。行。哎，对了，如果小朵这个周末你没事，要不我们去Niagara Falls 放轻松如何？好。OK。听一下。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跟我还挺像的。下次有机会我带她来一起跟你见面。不过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收下一笔钱，有人让我跟那个女孩保持距离，我心里很不舒服，很内疚。但是你知道，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这2年拼命的赚钱，我只想让你活着。Ma'am, are you okay? You alright? Let me help you. Are you okay? 小朵，没事下。我今天巡逻的时候看到有人晕倒了，跑过去一看，发现是贾小朵，就送她来了医院。没事吧？你看有事还没事？我看没事。
注意安全啊，记得吃药，走路看路，别光顾着看手机，对吧？谢谢你。Thank you so much. Anytime. 他不会就是那个真命天子吧？大树啊，纯属巧合。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俩吃晚饭。小事，你没事就好了。怎么又是 Hank？ 难道他真的是我的真命天子吗？云舒，云舒，你应该多出去走走，这样才会有好运气。你这天天在外边转悠，运气好多了。等着瞧。怎么来干了？嘛呀？你不欢迎我来吗？看我，看我眼，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哎，你好像胖了点儿。什么胖了？我说发型，我换了一个新的发型，漂亮吗？又换男朋友了？我这一次不是换男朋友，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洗心革面了，我已经正式跟罗医生分手了。太可惜了，我觉得罗医生是一个好人。哟，他可不这么看你哦，他觉得是你谋杀了他的爱情。哎，你们俩分手这个锅我可不背啊！你去哪儿？我得找车库啊，没钱我睡大街。我就是来给你介绍生意的。三叔呢有一个朋友开中餐厅的被人告了，说是食物中毒。三叔说你务必要替他摆平。喏，这是他的名片。等我，我真的胖了吗？三叔说了，这件事情办成之后请你吃饭。是你让你三叔帮我的吧？才没有，我就是随便跟三叔说了几句，是他自己事儿多，让我飞把名片给你。行，我知道了，替我谢谢你三叔。那我呢？我也不是一点忙都没有帮的，不然你觉得三叔是看谁的面子？我知道了，谢谢你。动着动。先走了。你不送我回酒吧？动腿。一起去吧。 OK。其实，帮助是个有温度的动词，它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给予最大的力量。这时候，用意和结果就会显得不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已不再是独身一人去面对挫折，也不会向命运妥协。